看这里啊，这里就是英台故里，就是祝英台的故里啊。这里面还有祝府啊，祝英台出生的地方啊。千古情女，巾帼书香啊。咱们进去看一看，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在这里呢，不仅发现了祝英台曾经小时候拜佛的寺庙，还发现了祝英台的墓，没想到是这样，并且呢，我们还发现了祝英台的卧室啊，这不是我说的啊，到了才知道祝英台原来长这样。看这个，我们来到了这个药师寺了啊，这个就是祝英台小时候拜佛这个地方，并且呢，这里还有祝英台的墓啊，就在这个寺庙里面，咱们进去看看是什么样的。现在。这边还有个员外府，这个好像是个饭店。进来寺庙才发现啊，这里是空无一人，而且非常的安静，只有一只鸽子在这里瞎溜达。我也不敢高声说话呢，只好配音。这里有个指示牌啊，从这里可以看到祝英台的墓就在前边啊，确实有祝英台的墓。好大的一口钟呀，装下一个人没有问题。整个寺庙呢，感觉就我一个人，还有点不敢进去。地藏殿这边过来，这个指示牌说这个英台的墓就在这个地方啊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到。这个多宝塔下面的这个树下面有两块碑，看不清什么字，这个会不会是英台的墓呢？那不太像啊，这个很奇怪。这个建筑，据说当年祝英台来这儿有个小院啊，专门是祝英台小时候就拜佛用的。哇，这个树为什么要建个这么个高台呢？奇怪。让我猜猜，这个小院应该就是祝英台的墓了，没写着呀。看看这里怎么写的。哎呀，这些好像不太是哎。晋陶塔祭文，咱们就不拍了，因为这个好像是高僧的墓。这个祝英台的墓到底在哪里呢？真的不大好找。这里没有一个指示牌啊，这荒芜了这地方。看多宝塔，总共有7层，应该象征7级浮屠，每个上面啊都有一个僧人在上面站着。它应该是6面的，然后3扇窗，然后3个僧人啊。在这个寺庙的旁边啊，我们刚开始找那个祝英台的墓啊，后来问这里的人，祝英台的墓不在这里啊，但说在这里也不合理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初祝英台是跟马文才成亲的路上绕到梁山伯的墓，然后墓裂开以后，跟梁山伯合葬在一起的，墓怎么会在这里呢？但是这里啊，却有祝英台的家，这个是祝府啊，这个祝府非常大，可见当时祝英台他们家是个大户人家，这里免费啊。几经周转呢，我们又找到寺里的一个人询问了一下，据说呢，这个确实是祝英台的墓。我觉得寺里的人不会说谎，而且呢，这个墓并且由专家经过考证才得出这么个结论。而且这棵树也是祝英台坟上的树，只不过现在呢没有修缮完成。祝福，你看这就是维修新的。进来逛逛啊，这里需要核验身份证的。好大的房子呀！这个具体祝福有什么介绍？这里还真没有。祝福，这是个什么字啊？英台楼、农俗馆、书斋、员外楼、前厅。这大概就是前厅。祝英台弹琴的琴还在啊！啊！这怎么没有祝英台的画像呢？威德南府，不准进入触摸。这边都有个员外楼。哇，确实气派啊！这应该是祝英台他父母住的地方，相当气派啊！员外楼，怀德堂。这面这个呢，这里面介绍是祝府家丁的居所啊，
这是东晋时期，因为东晋时期他们实行的是氏族啊，氏族呢跟普通人还是有一定区别啊，氏族是贵族，因为那家丁的房子，氏族倒是也没亏待这些家丁啊，这房子也蛮高档的。这是他们族人的一个生活场景啊，这个没什么好看。应该是族人生活场景，东晋时期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，席地而坐。祝英台的书房，看看，这书房应该比梁山伯的大很多。电视剧中常见的女儿红啊，这都是有少天的名景。怀德堂、怀兴堂，氏族会客的场所啊，这会不会是祝英台父母的一个会客的场所？这个样子。祝英台他们家的藏书楼，东晋时期的氏族藏书楼，看看，都是这种竹简书，这肯定是现代做的，不像文物这个东西，因为没写禁止触摸，写禁止触摸的全是文物。二楼看看，据说这里有祝英台的卧室啊，这是上房先生的居所，哇！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蚊帐了，这写的啊，账房先生居所。挨个房间逛一下。朱府的丫鬟住所，丫鬟的住所基本上跟账房先生差不多。哎，这里光线比较昏暗，哇，这里好多镜子呀。这个没有标明是哪里人住的。哇，吓我一跳！这是祝英台出生的一个场景，哎，这里是这么写的：娇婉柔丽的女子，从此场景中可看到，尚为婴儿的祝英台就不是那么安分。婴儿在哪里呢？根本就没有看到婴儿。哇！当时的氏族呢，处于这个古越之地啊，越国的地方啊，人文底蕴比较深厚啊。你看他们从小就开始这种的文化，这是祝英台当年就是小时候来这里求教书先生学习的一个场所，他们家里面都有这个私塾啊。这个呢是祝英台幼年的卧室啊，你看幼年的卧室只有这么大点儿，摆了一张桌子，很简单，这不是我说的，你看啊。祝英台幼年生活场景，这里写的啊。这边呢，可能就是他们就是家族里面啊，德高望重的人来这里生活的一个地方啊。这会不会就是英台楼呢？这也描述了一个祝英台跟梁山伯的一个故事啊。这个应该就是祝英台，这个就是梁山伯。哎呀，真是让人男女难辨啊！这是说的他们18相送的一段故事。这应该是在那个，这已经能辨得清男女了。这个上面是祝英台的闺房啊，怎么没有一张真实的照片来？果然，这是祝英台的卧室。看一看。这是祝英台跟梁山伯，哇，这是祝英台吗？这是祝英台，这是梁山伯。楼台会，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中，其中一段啊，看看，两个人是长这个样子的。这是他真人的长相吗？这么拍一下，仰拍一下能看得清楚。这个不是我胡说啊，人这儿写的呢，祝英台起居室，看见没？这就是祝英台的卧室，这卧室可真高档啊，那古铜镜也价值不菲。祝英台早晨起来呢，可能是直接就先来一壶茶，那是挂衣服的，那是放鞋的，是不是？古代人放鞋一般放在床底下，这不有个放鞋的地方啊？
挺讲究啊。这就是祝英台的卧室。这边还有啊，很女性化，看看啊，砚台，哇，练字的、下棋的，这是写东西的、弹琴的。而祝英台当时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啊，人家毕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，所以是必定是啊，非常的秀外慧中啊。